比较优势 （comparative advantage） 是一个核心的经济学理论，旨在解释为什么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选择专注于特定的生产活动。这个概念最早由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至今仍被视为理解和分析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石。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即使一个国家在所有领域都拥有绝对优势，它仍然会从专注于自己相对更擅长的活动中获益。这种专注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进了国际贸易和全球市场的多样性。比如，一个国家可能擅长生产咖啡和香蕉，但如果它在生产咖啡方面拥有更大的比较优势，那么它会专注于咖啡生产，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这一理论对于理解国家如何通过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繁荣至关重要。它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专注于工业制造，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于农业或服务业。通过这种方式，国际贸易变得更加高效和有利可图，每个国家都可以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然而，比较优势理论也有其批评点。一些评论家指出，这种理论可能导致资源过度集中和市场失衡，特别是在那些依赖单一出口产品的国家。此外，全球市场竞争可能导致劳动标准和环境保护的忽视，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历史上，许多国家曾使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其经济政策。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利用其技术优势，成为了世界上主要的工业和贸易大国。同样，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专注于高科技和精密制造，成功地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经济强国。这些国家的成功案例表明，妥善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显著提升国家的经济地位。然而，这也引发了对于如何平衡国家发展和全球经济健康的讨论，特别是在考虑到不同国家间发展水平和资源分布的差异。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在深入探讨比较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时，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家是如何根据自身的经济状况和资源禀赋，实施与之相符的政策，并从中获益的。拿英国为例，工业革命期间的英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当时英国拥有先进的机械制造技术和充足的资本积累，这些都是其他国家所缺乏的。英国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的发展。例如，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鼓励本国的机械制造和煤炭开采。这种政策导向使英国在全球市场上形成了绝对的技术和生产优势，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和贸易国。再来看日本，二战后，日本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基础设施破坏的困境。为了重建国家经济，日本政府采取了以重工业和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策略。他们重点发展了汽车、电子和机械制造业，这些行业不仅可以创造出口收入，还能促进国内经济的多元化。日本政府通过对这些产业的重点投资和技术研发的支持，使得日本在这些领域迅速崛起，最终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一极。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发展中国家中看到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例如，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国家分别以农业产品和矿产资源为主要的出口产品，它们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成为了全球市场上的重要供应商。巴西的咖啡、大豆和牛肉，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和矿石，都是这些国家利用其比较优势创造的典型案例。然而，依赖单一或少数产品的出口策略也带来了风险。这些国家的经济过度依赖国际市场价格，一旦全球市场出现波动，就会对国家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许多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总的来说，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展示了国家如何根据自身的独特条件和全球市场的需求，形成特定的经济策略。这些策略的成功实施，不仅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增长，也为全球经济的多样化和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
这些策略的执行也需要注意平衡和调整，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和潜在的风险。实施比较优势政策后，许多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显著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的数字上，还体现在社会结构、产业布局甚至国际地位的改变上。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后，英国迅速从一个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强国。这种转变的核心在于英国政府和企业的战略选择，即专注于机械制造和工业生产，而不是传统的农业或手工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英国的城市迅速扩张，劳动力从农村涌向城市，工业产值大幅增长。英国的这种转变不仅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也使其成为了19世纪的世界经济霸主。日本在二战后的经济奇迹也是比较优势政策成功实施的例证。日本政府通过专注于高科技和精密制造业，使国家迅速从战后的废墟中崛起，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日本的电子产品、汽车和机械设备等，不仅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也推动了国内科技创新和工业升级。日本的这种转变不仅使其经济快速增长，还极大地提高了国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政策同样促进了经济的转型和发展。以巴西为例，其通过专注于农业出口，特别是咖啡和大豆，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提高了巴西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带动了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物流、加工和服务业等。然而，这种依赖单一出口产品的经济结构，也使巴西面临着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这些国家的经验表明，比较优势政策的成功实施对于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这种政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应对国际市场的不稳定性，如何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和环境可持续性等。这些挑战要求政府和企业不断调整和优化政策，以应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总体而言，实施比较优势政策的国家大多都实现了经济的转型和快速增长。这种转型不仅体现在经济指标上，更体现在社会结构、产业布局和国际地位的改变上。然而，这种转型的过程也伴随着一些挑战和困难，尤其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市场的波动性和竞争加剧，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和价格波动，对于依赖特定产品出口的国家来说尤为严峻。例如，巴西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虽然在特定时期内依靠出口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获得了经济增长，但国际市场的变化却可能迅速逆转这些成果。价格波动和全球需求的变化直接影响这些国家的出口收入和经济稳定性。此外，专注于某一或几个产业的发展策略，也可能导致国内经济的不平衡发展。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结构上，还可能带来社会和区域的不平等。例如，在某些国家，重工业和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可能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增加城乡之间的差距，甚至引发社会紧张和冲突。因此，虽然比较优势政策可以为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提供动力，但如何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平衡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实施比较优势策略时，不仅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兼顾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性。综上所述，比较优势理论的实施对于许多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这种转型的过程也伴随着挑战和风险。为了实现长期和可持续的发展，这些国家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市场需求。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比较优势理论的实施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实施国家的经济发展，更在全球范围内重塑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格局。
这种影响既体现在促进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增长，也体现在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经济依存的程度，甚至还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全球化的进程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应用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其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制造业以其成本效益和生产能力在全球市场上占据重要位置，从电子产品到服装，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全球。这一过程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促进了全球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另一个影响深远的例子是欧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欧盟内部国家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形成了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德国以其先进的机械制造和工业技术成为欧洲的工业中心，而法国和意大利则以其特色的农产品和时尚产业著称。这种基于比较优势的分工与合作，不仅提升了各成员国的经济效率，也加强了欧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整体竞争力。此外，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践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原材料或劳动密集型产品，积累了资本和技术，进而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例如，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泰国，通过发展纺织业和农产品加工业，成功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加速了经济发展。然而，比较优势理论的全球实践也揭示了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不平衡和不公正问题。发达国家通常能够利用其技术和资本优势，控制价值链的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往往被限制在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这种不平衡导致了贸易收益的不均等分配，加剧了全球贫富差距。此外，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也带来了环境和社会问题。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一些国家忽视了环境保护和劳工权益，导致了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这些问题的出现，促使国际社会开始反思和调整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寻求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经济合作方式。总之，比较优势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不仅推动了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也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的结构和发展方向。在未来，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深入，如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平衡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性，将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要求各国在利用比较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寻找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新路径。